熊孩子看到有个美女从身边经过，竟直接一巴掌就拍了上去，接着厚颜无耻朝美女做起了鬼脸。美女立马怒斥他小年纪不学好，哪料男孩的母亲非但没有教育儿子，反而嘲讽美女穿着有伤风化。美女懒得和他们计较，直接离开。殊不知熊孩子马上就会捅出更大的篓子。此时全国交通信号突然瘫痪，如果系统不能马上修复好，就会造成列车与列车之间的碰撞。于是部长只能拜托高铁上的专家远程修复。好在专家的修复已经进入尾声，可是身后的熊孩子又开始不老实了，不断拿脚踢前排专家的椅子。专家只是好心提醒了一句，哪料熊孩子直接端起水杯朝专家泼去。干什么？这啥呀？你这把我孩子吓着了。小朋友，你故意的是吧？我说你们做家长能不能好好的管教一下自己的孩子啊？一个大人还跟小孩计较啊？哦，他才多大呀？你多大了？再说了，你没小孩啊？你没父母啊？好，这个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！我惹不起你们，不跟你们计较。就在男人准备离开处理水渍的时候，熊孩子报复性的直接往电脑上撒了一泡尿，导致与之联动的总部系统直接黑屏，全国交通总指挥中心直接陷入一片恐慌。你干什么？所幸经验丰富的男人紧急修复，这才让电脑恢复了正常。男人瞬间松了一口气。这时总部打来电话询问情况，得知男人坐高铁出现了意外，总部当即表示要派专机去接男人。想到自己马上到站，男人婉言谢绝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熊孩子反咬一口，怒斥男人推自己。岂料熊孩子的母亲非但不责怪孩子，甚至上前一把揪住男人，替熊孩子出气。就在这时，乘务员听闻动静赶来，为了快速平息事端，乘务员不分青红皂白让男人礼让女人，表示男人道个歉，这个事就完了。而这让熊孩子的母亲更加得寸进尺，要求男人不仅道歉还要赔偿。此话一出，瞬间让车上的乘客都看不下去，纷纷表示熊孩子一家人无理取闹。像他们这种熊孩子，家长不管教，社会上有的是人管教。意识到熊孩子一家已经引起了公愤，乘务员转而要求两人管好自己的孩子。这时男人向乘务员提出让熊孩子一家换座位，岂料熊孩子的母亲带着儿子一屁股坐下。我们今天就坐在你后面，怎么了？儿子，你一会儿就哭哭踢一套凳子，看他能把咱们整那样。家长就是这么教育小孩的吗？你们这样教育下去，这个小孩迟早要废掉。用不着你操心，那么牛逼，你干嘛坐高铁啊？你去坐飞机呀你！男人终于忍无可忍，为了保证工作万无一失，男人只好打电话给总部，请求总部派专机接自己。快，马上安排专机，在下一个站点接张张工。是，必须保护好张工安全，确保系统修复完成。岂料女人完全不相信，嘲讽男人故意虚张声势。面对无理取闹的一家人，男人也是没有办法，表示自己下一站到站立马下车。岂料就在男人起身取行李箱的空隙，作死的熊孩子一把拿走男人的电脑，